好，我们来解今天 LeetCode 的问题。今天 LeetCode 的问题是525题，所谓的 contiguous array 连续的阵列。那它这边它给的阵列的就是一般的01所谓的 binary array numbers。那它要请你返回的是传回去的是最长的长度。怎么样的最长的长度呢？就是它的 subarray 呢，它有相同的长度的0跟相同长度的1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先看它这里的例题，0跟1，这个当然没有问题，这个当然就是2嘛。好，那第二个例题，好，要不然是01，要不然是10，基本上这两个都可以。他们有相同的个数嘛，都是1，所以这题的答案当然也是2。好，那我们看一下它的 constraint， 它 constraint 呢是说它 numbers 的它的长度呢是最长可以到10的5次方也就是10万。那 numbers I 呢，它不是0就是1。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大概是用怎么样的方式来解这样一个问题。好，我们解答这个方式呢，基本上我们是用 prefix sum。好，那我们主要去数有几个0那有几个0的话，我们用变数 n0 来表示。那有几个1，那我们就用 n1 来表示。然后我们需要一个容器去记录去记录 n1 减 n0 去记录基本上就是去记录它的 index。好，那你只要知道它先前所看到的 index 那你就可以知道目前所看到最长的一个可能的这样最长的一个长度。那所以在这样一般的一个做法，当然就是说我们采用所谓的 hash table。那 C++ 的话，当然就是用 on_old map。那如果是 Python 的话，我们当然就是用 dictionary。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我们不用这样一般的 hash table， 那我们就用一般的 array 也可以。那我们当然这边就要做相当程度的一个修改主要是你要考虑它 index 的值，它不可以是让它是变成是负的。好，所以我们大概一个做法就是，你先选定你的 container MP。MP 如果是 array 的话，那我们的处理其实就是你在 index 的部分就通通你就加 n 的话，当然就是我们那个阵列的一个长度。好，那所以一开始的设定你可能在0的部分你就先设-1那如果是 array， 你在里面加 n 嘛。好，那整个解题应该用一个 loop 就可以完成了，所以它应该是所谓的 one pass solution 所以我们假设我们的control variable I 那是从0到 n 减1，然后去数n0 跟 n1 这个当然也很简单。然后如果说 n1 减 n0 呢，它已经是在我们的 container 里面的话呢，我们就去更新我们的 maxima length 那这个是一般在 hash table 的一个方式。如果你用 array 的话当然这边你要记得要加上 n。好，在 index 的部分如果呢它没有在这 container， 那当然我们就是去做这样的一个更新的动作如果是 array， 记得在这边的 key 的地方 index 部分加上 n。最后你再把我们的 length再传回去。
大概我们的解答就采用这样一个步骤就可以完成。好，那接下来我们看我们实作的一个方式。好，我们试着用 Python 这边来解题。好，首先呢，先把重要变数先做一些设定。n 的话，当然先设是就是这个 number 的一个长度，然后我们要数1，所以就有 n1 开始是0，n0 就是数0，开始也是0，这没有问题。那我们要去看最长的长度啊，最长长度我们就用 maxlen。它开始也是0。好，那这边我们需要一个dictionary 啊，我们就叫做 NP。好，那这边也是用大括弧。NP 一开始在0的时候的值呢，我们设为-1。好，然后我们让回圈跑一次。因为它主要里面要记录一些index 的值，所以我们这边我们就简单的话，我们就用 range for。所以I 是 in range n 啊，换句话讲，它就是 I 从0到 n-1。好，那么我们的 n1 我们就去数。n1，基本上呢，它那个 numbers，在 I 的值不是0就是1啊，所以我们就加啊，这边也很方便啊，不用再去做额外逻辑判断。好，那我们的 n0，当然就是我们目前 index 的目前的 index。加1再去减掉 n1啊，这也没有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个逻辑判断啊，我们就看我们这个 n1 减 n0的差，它是不是已经在我们的 dictionary 里面？好，我们的 n1 减 n0 是否是已经在我们的 MP 里面啊？如果是的话，我们当然我们这边就更新我们的 maxlen， 所以它就取 maxlen 啊，跟 I 减掉 MP 在 n1 减 n0的值。好，那否则的话呢，我们当然就是把目前这个 n1 减 n0 这个当成 key 将它指设为 I。好，那这样应该整个 run 完之后，应该答案就出来了因为我们每次在迭代的时候，我们就不断的去取 max length 所以最后出来应该就是我们的答案。好，那我们让它执行一次看正不正确。好，这2个 case 都正确。那我们看看 submit。我们看一下情形。它是 OK 的。好，那我们再去看一下其他程式语言的解法。好，我们这边有 C++ 的，我们这边有 C++ 的解法。基本上呢，我们这边就不是采用一般的 hash table，我们就把它改为
array 啊，这边来讲的话，在 C++ 里面的 vector。好，那在这里要稍微留意的地方就是说，它的 index 当然不能有负的，所以我们在它的那个 index 的地方全部都多加一个 n， 全部都多加一个 n， 确保它的 index 不会是负的，而且基本上呢，这个 n1减 n0它的那个值它是介于负 n 到 n 之间所以这边呢，你在容器这边你就让它的个数是2倍的 n 加1。我们一开始都全部都是先填那个 int 里面最小的那个整数。好其他的做法也跟刚刚的在 Python 的方式也是类似的。好，那我们让它执行一次。好，那下面地方我们稍微优化一下。好，那我们看一下 submit 的情况。那非常快，那40几毫秒。好，那差不多可以打败99.86%的C++ 使用者。好，那我们就先谈到这边。